大家好，我是诗妍。Hello，大家好，我是 Carolyn。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前几周我带我们家老大去了上海迪士尼，在迪士尼里我有了一种非常大的矛盾和冲击感。大家都知道迪士尼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奇幻世界，从演员到场景到工作人员都是充满了那种童趣的感觉。本来呢是应该是给小孩子和大孩子们制造的一个梦幻仙境。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我当时排队游玩的体验来看，周围还是不乏各种各样扫兴的父母，就感觉乐园本身是充满梦幻的，而现实中的大人却是无比扫兴的，就给了我一种很魔幻、很矛盾的感觉。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不如举个例子吧。好，我举个例子啊。当时我们在排队疯狂动物城的时候，因为排队的时间很长嘛，动辄就1-2个小时，小朋友肯定是很想要去体验嘛。但是因为排队的时间长这些5-6岁啊、7-8岁的孩子，他们是很难乖乖站在队伍里不动的。那时间久了，难免会乱跑啊、乱动啊。其实不光是小孩，大人也是很难让我们排队1-2个小时站在那里。我当时带孩子排队的时候，前面站的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她是跟着她的外公外婆在排队。她当时只要一乱动，她的外婆就会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带你出来了。”然后那个小女孩被说了之后，就感觉到很委屈嘛，她就有点想哭。然后她的外婆就说：“你看别人出来都开开心心的，哪有一个像你一样哭的？”然后后来竟然还会说你看这疯狂动物城里面，动物不听话也要被关监狱，你要是不听话也要被关监狱的。那这一句话是真的让我破防了。我觉得疯狂动物城估计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他传递的价值观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排队1个多小时，这个外婆就站在这个小女孩的前面说了1个多小时，我眼看着这个小女孩她变得越来越安静，她最后一句话也不说，然后眼睛里一开始充满期待的那种光芒也开始逐渐熄灭。那最后好不容易排到了她的外公外婆，就是极不情愿的感觉陪她玩了这个项目，然后最后下来的时候还要补上一句这有什么好玩的，别的游乐场里也有。真是神补刀。天哪。我之前也带孩子去迪士尼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家长，或者说很多这样的家长。比如说像小朋友们就很喜欢排队跟卡通人物合影嘛，然后我记得迪士尼有一个大长队，就是排队跟卡通人物合影。然后父母呢，就是有的父母会说：“哎呀，不就照个照片嘛，回家给你 P 上，就是有什么好拍的。”然后有些父母呢，就一边会给孩子拍照，一边会说：“哎呀，你摆个好看的动作，你这个不好看，表情也不好，你这个没有互动等等，就在那儿各种去指点孩子什么。”或者像其他有一些排队很久的项目，父母都会吐槽。大多数父母都会吐槽说这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在其他游乐园里旋转木马都没有人坐，这里还要排队那么长时间，而且这里的旋转木马只有几十秒，别的人都1-2分钟，我就不懂了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玩。然后感觉孩子的体验就不断的在家长的评论当中变得越来越扫兴，就像你说的，就孩子变得越来越安静。虽然我觉得很多父母这说的也是大实话，对于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体验，排队这么长时间只做几十秒钟，但它确实就是为了实现孩子的一个梦想，为了孩子来的嘛。我们就没有必要一直向孩子们传输这些扫兴的言论。是的，其实如果家长把自己的心态放成一个孩子的心态，你就会感觉好很多。就是在排队的时候，你也看到里面的人能玩得很开心啊，然后也可以期待一下我等会儿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就会感觉好很多。关键我觉得我们可能被生活中的种种的压力，就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会和孩子在一起享受那个当下的过程。没错，我记得我当时陪我儿子排队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就是，如果是我第一次来到迪士尼，如果这是我第一次坐过山车，第一次坐旋转木马，我是一个怎样激动的心情。当我自己把自己带入一个这样的设定当中，然后我从孩子的视角里面就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当中
的那种激动和兴奋，就是不管排队多久，我今天一定要做到的那种兴奋感受。没错。而且其实我观察，就是小朋友，大多数小朋友其实不介意排队。没错，我记得介意的都是家长。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排着队，然后我儿子突然说他想上厕所，然后我说，哎呀，我很怕他在队伍里面就憋不住嘛。我说我可以带你先出去上厕所，然后回来我们再排队。他就坚决不肯，他说我可以憋得住，他就真的憋了50多分钟，然后直到他做完了那个项目之后，他才跟我去洗手间。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平时是要上厕所1秒钟都等不了，但是现在为了做那个旋转木马是可以排很久的队。太懂了。是的，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在我们小的时候，这些扫兴的体验也是蛮多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我爸妈出去旅游，我妈当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说，啊，你看这个风景多美啊，回去写一篇文章记录下来哈。或者是她会尝试启发我，用各种各样的词汇来描述我们眼前的这个风景啊，比如什么波光粼粼啊，你想想可以用什么风光秀丽啊这种词。我就记得，只要我一看到一处景点，就一定会伴随着我妈这种一定要写下游记记下来这种提醒。说实话，现在想想也是蛮扫兴的。哎，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有同款妈妈。我特别记得我小时候跟你一样，每一次出游，我妈都要提醒我这次出游有什么目的，要写什么样的文章。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就是南京玄武湖公园嘛，然后那边夏天都会开大片的荷花，然后其实天气很热，然后我妈就让我坐在那个荷花池边上，什么事儿都不干，就观察那个荷花，然后一定要把荷花写得特别的仔细啊！我当时心里面想，好热呀！天啊，听上去也挺窒息的。然后关键是我妈一直引以为豪，我妈一直觉得，你看我从小就培养你对各种事物的观察能力，你看你现在观察东西也挺仔细的。我妈真的是一直以这个为豪，然后一直觉得带我出去玩写东西，就锻炼了我文笔，锻炼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锻炼了观察力等等等等。太懂了。但其实只有我心里知道，每一次那种带目的性的出游真的是让我压力很大。我真的太懂了。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个人认为也是有点扫兴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给孩子拍照，到哪里都要拍照。虽然说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大家也非常希望可以用手机啊相机记录下孩子的成长，这点无可厚非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给孩子拍照而忽略了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当时正在经历的那个当下。比如我经常带孩子去户外玩的时候，也会想要给孩子拍个视频，那有的时候孩子就会拿着一个他很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一片叶子啊，一根树枝拿给我看，但我就当时就会只顾着拍摄，就没有好好回应他，也没有好好参与他，那他就会很生气的跟我说，我不要拍照。其实拍照不拍照，可能更多是需要看孩子的意愿。像我家孩子，他有的时候一点都不反感拍照，他可能还会站在一块很奇怪的石头上说：“妈妈，你快给我拍照吧！”因为他觉得很有纪念意义。但是他也有的时候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会观察小昆虫，会观察它的叶子，会捡树枝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去给他拍照的话，或者甚至于让他回头看看我什么的，他会特别特别的反感。所以我觉得点可能不在于拍照或者是不拍照，更多就是说我们需要跟随孩子的脚步，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愿，把我们想拍照想记录某个场景的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家孩子每次拍照的时候那个点儿我都不是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在那儿拍照啊，我们就会想要给他去纠正啊，或者想要拍到我们拍的东西，那其实就是比较扫兴的。我同意。我记得我们年初去丹麦旅行的时候，丹麦有很多免费的儿童游乐的这种公共设施，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带我儿子去玩的时候，也有很多本地的丹麦的父母啊，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着孩子在那里玩，但是真的没有一个人站在旁边给孩子们拍照，然后好像只有我自己举着一个手机在给孩子拍他爬那个攀岩墙时候的样子。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旁边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给家长坐在那里的一个区域嘛，家长们可以坐在那里看孩子。
然后有一群家长就坐在那里，然后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那玩，然后有的人在喝咖啡，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看书，然后没有一个人着急的站在下面去，一个是没有人在指导孩子你应该怎么玩，另外一个是没有人举着手机全程跟着孩子在拍照。然后当时这个松弛的感受也给我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好像是真的在独自在经历自己的当下，独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说想着去一定要干预孩子，或者一定要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还是让我蛮受启发的。是的，其实扫兴的本质就是轻蔑他人正在经历的当下，否认他们体验的价值，其实都是在尝试用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定义当下这个体验，只允许一种体验存在。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回头想一下，那个一直批评小姑娘不听话的外婆，是因为自己很反感游乐园里面排队，觉得这些游乐项目很没意思，那孩子又不停的乱动不听话，而自己感到非常的烦躁。那不管孩子有多么期待，外婆就只能允许一种真相的存在，就是只有我的体验才是真实的，孩子的体验无所谓或者是不真实。那一直提醒我写游记的我妈，她其实是认为出来旅游不能只是纯玩，一定要有所收获，一定要有所目的，所以她认为只有我写出几篇很好的作文才是不虚此行，对她来说意义可能在这里，而没有意识到她的不断提醒其实也影响到了我来欣赏风景的心情和体验。那同样，当我们只顾着给孩子拍照、拍视频、打卡要求孩子配合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而忽略了孩子正在经历的当下是同等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只认为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体验是对的，而不断的想要去改造孩子，让孩子配合我们，这其实就是在孩子们的心理下根植下一颗羞耻感的种子，让他们觉得我不配得，我的体验不重要，我的感受不重要，我永远都不够好。这几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过活在当下这个词，就是非常流行。其实孩子们天生就是活在当下的，他们没有对明天的焦虑，也没有对过去的懊悔。他们其实每天都是看上去没心没肺的。而之所以我们成年人仿佛不知道如何活在当下，往往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会被一次一次的被扫兴，被一次一次的否定，一次一次的被父母或者他人强迫带离我们的那个当下。每当孩子吃到可口的冰淇淋，总有一个声音说，别多吃了，肚子会疼。当孩子鼓起勇气去骑自行车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说，别摔了。比如当孩子看到路边的小花小草，也总有家长说，别磨磨唧唧的，快点了，快回家吃饭了。当孩子向我们展示他画的漫画，也总是会有人说，你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该有多好。所以等等等等，这些扫兴的评论，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都是为了孩子好，但事实上都是在否定孩子正在经历的那个当下。我记得有一次我让我儿子去写一个字母描红的本子然后我当时把这个本子给了他，我就去做家务了。然后我当时回来一看，他一个字都没有写，反而把所有字母 O 给画上了眼睛和嘴巴。你知道那个瞬间，我下意识就是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熊孩子的感觉。但是下一秒钟，我儿子就沾沾自喜的开始给我看他画的每一个眼睛和嘴巴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就顺着他的思路往下看，还真的是有很多细节，有的眼睛是圆的，有的眼睛是长的，有的长着长睫毛，有的眯着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看着他特别认真投入的样子，竟然没有了想要批评他的那种想法。当我真正进入了他的世界里，发现那里远远比我想象当中还要精彩，还要丰富。而我一开始想要让他练字的这个目的，反而就显得特别卑微和无趣。而且实话讲，确实，对他自己画的这些眼睛和嘴巴，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控笔能力和他的这些精细动作。只是这个途径跟我期待当中、幻想当中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
我们都幻想一个规规矩矩听话的娃，能够安安静静的给你把这些字母都描完，但实际上不是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需要去体验。我们家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描红的画本永远都不是你期待的那个样子，他每一天都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今天想把这个字母跟那个字母连线连起来，就是每一页都是他自己眼中的一幅大作品。还记得我最近刷到一个帖子，标题就是说中国式教育从未教过我们如何去 have fun， 如何去享受生活，享受当下，仿佛我们小时候单纯的快乐都会被带上负罪感的枷锁。我确实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最近在跟我先生聊那个动画片嘛，就是在回忆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我发现我小时候真的是没有怎么看过一部完整的动画片。我回忆当时我坐在电视机前，每当想打开电视看一会儿动画片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种罪恶感，就觉得我好像在浪费时间。就是觉得我每一件事情都得是带有目的的。比如说发呆看电视是浪费时间，春游出去玩一定要写出几篇出色的游记文章出来，然后课间出去玩，而别人在刷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赶紧把作业写完，我的每一分钟都应该活得特别有目的。所以这些扫兴其实都是在把焦虑的种子植在孩子的心里，让他们觉得就是如果你要享受当下，如果你还放，就是会有代价的。然后慢慢的我们成年之后就会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颓废无意义感就超越了我们对生活的期待和热爱。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像我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我就比较萎靡嘛，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只想在家躺着。我躺着躺着都充满了罪恶感，我就觉得我应该干点啥，但是身体又不允许，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纠结。是，现在想想，有的时候我在休假的时候，明明是应该放松的，但是我却无法集中精力的去放松，脑海里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总是用对未来的焦虑替换了当下的快乐。有的时候，我看自己给孩子拍的照片啊和视频，发现这些记录其实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能让我回忆起当时跟孩子相处的那些瞬间，那些我们共同分享的感受、心情，而不管照片和视频再多，也不及那个当下我看到孩子眼中那种光亮所带来的感受的1/1000。其实做不扫兴的父母，某种程度上也是放下自己的自恋。如果我们尝试用我们认为对的、好的来替代孩子的真实体验，那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孩子更高的位置上。孩子要来满足我们的某种希望，但同时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当我们自己的体验不好，自己不开心不爽，这个时候要我们进入孩子的世界当中，真的太难了。我想说，没错，是的，很难，但这并不代表你做不到，前提是你真的从内心里想要改变，想要和孩子一起待在每一个当下。是啊，越珍贵的东西就越是来之不易嘛。没错，实话讲，我们之所以做扫兴的父母，是因为想要让孩子承担我们的情绪和课题，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情绪，就习惯性的在孩子身上找原因。比如说我们自己不想排队，排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烦躁，我们就去埋怨孩子说，你看为什么要让我带你来这种地方，让我觉得很不开心。但很多时候表面上是孩子的行为触发了我们的情绪，但其实是我们的内心容纳不了这些感受。我们越是容纳不了这些感受，就越是想要通过改变外部和他人来让自己舒服，即便这意味着让孩子觉得扫兴，伤害到孩子的感情。毕竟转移也是一种心理防御嘛，我们内心的痛苦与烦躁总是想要让别人来承担，总是想要找别人来发泄。那其实想做不扫兴的父母，就要真正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的人。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在孩子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只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感受而去否定孩子的当下。我记得几年前有个特别火的网图，就是有一件连衣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的人看到的是黑蓝色的，有的人看到是白金色的，有的人两种颜色都能看得到，然后网上就有各种蓝黑派尝试说服白金派，白金派尝试说服蓝黑派。那其实这个图给我带来很多启发，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是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体验。同样一件连衣裙，有的人看到是这样，有的人看到是那样。那同样一个瞬间，有的人感受是这样，有的人感受是那样，跟孩子也是一样的。那如果孩子的当下是快乐而富足的，我们又何必因为自己内心的匮乏而去否定他们呢？我们又何必因为自己的恐慌而去扫他们的兴呢？所以当我们放下自己的那一份自恋，真正走进孩子的世界，珍惜他们与世界万物的每一次互动，我就不再是那个扫兴的父母，也不再为了自己那些看似合理的教育目的而执着了。说得太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不期而遇，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别人米不期而遇。如果你有关于育儿和亲子关系的问题想听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讨论，也欢迎大家私信我们。不语期待，松弛养育，让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拜拜。